人呢？服务员！唐先生，怎么了？是不是水温不合适？你自己睁眼看清楚，这是水温的事儿。6600的尊享私汤，你们就让我泡这玩意儿？这是温泉还是臭水沟？唐先生，您别拍啊！就是临时出点小故障，我们马上处理。雪晴，3楼 SPA 区反水了，好几间卫生间都在冒脏水。汤池脏成这样，楼下还反水，你们店就是这么招呼客人的？叫你们能做主的过来，今天不给我个说法，这视频我现在就发出去。林老板，你家水质是真没得说，就你家泡完身上舒服。您喜欢就好，下午不赶的话，可以去红姐家吃碗海鲜粉，今天鱼丸是现做的。你还记得我爱吃鱼丸啊？难怪我每次来都只想住你家。梦姐，顶楼 VIP 私汤的客人付过定金了，晚上6点到。3楼 SPA 区湿度比往常高点，我已经让阿强去查排风了。顶楼循环压力呢？正常，水质检测也没问题。再查一遍，旺季满房，循环绝不能出半点差错。顶楼那间 VIP 无边私汤给我留着，我带朋友做个 SPA 泡一下午。晴姐，顶楼 VIP 已经被客人付定金定下了，换不了的，让他换一间不就行了？多大点事儿啊！雪晴，这不是你爸家的楼吗？怎么做个 SPA 还要看前台脸色啊？小李，你搞清楚，这栋楼姓苏。我知道，可现在店里是梦姐在管，规矩都是她定的。他林梦还真把自己当老板啊！晴姐真不能上去，客人马上就到了，房间都消杀完了。我自己家的楼，我上去看看还要你批准？苏雪晴，站住！林梦，你什么意思？我上我爸家的楼你也管？这栋楼姓苏没错，但这间店的规矩不姓苏。林梦，你真行啊！租着我家的楼，倒敢跟我摆老板架子了。我不是摆架子，是算账。去年春节，你二姨一家5口，3间观海私汤，连住3晚，账单在这儿。上个月你带同学来做双人 SPA， 拿走2套进口定制洗护，签收书在这儿。林梦，还有上次你在顶楼 VIP 拍视频，限量精油洒在真丝浴袍和床垫上，清洗、更换、消杀，一共1800，照片和维修单也在这儿。雪晴，这些真没结啊！你闭嘴！今天想消费可以，先把旧账清了。我看在苏叔面子上，给你打8折。清完账，你再去平台订别的包间。你一个外地人，账倒是记得门清，故意针对我是吧？要不是看苏叔的面子，我根本不会给你赊账。谁稀罕在这儿泡？走，换地方。梦姐，他爸可是房东啊，咱们这么做会不会惹麻烦？麻烦早晚会来，一直装糊涂，只会让他们觉得这都是应该的。这5年，他们家亲戚朋友来来回回，最贵的房间随便住，精油洗护随便拿，连句谢谢都没有。我不是没记账，只是不想把关系闹得太难看。可他们根本没把你的客气当回事，所以从今天开始，该算的账，一笔都不能糊涂。苏叔，周姨，旺季就是不一样，前台忙得脚不沾地。这东西摆着也是摆着，我拿回去试试。嘘，刚听雪莹说，顶楼那间一单6600。顶楼 VIP 无边私汤只有1间，海景和水质都要单独维护。一间房就6600，下面还有20间汤屋，旺季天天满房。1个月不得几10万，村头这位置好，游客进村第一眼就能看见，准没错。位置是优势，但客人愿意复购，靠的不只是位置。小林啊，你也别把事情说得太玄，做生意嘛，地方好，价格挂上去
自然有人来。小林啊，正好叔今天来跟你说个事儿，咱们合同月底到期了。我记着。我寻思着，这楼往后我就不往外租了，准备收回来自己干。苏叔，这店是梦姐这5年一点点做起来的，您怎么能说收就收？小姑娘家家的，插什么嘴？楼是我们家的，我们想租就租，不想租就不租，天经地义。小林啊，你这些年也赚了不少，叔也不是不讲情面。到月底你体体面面搬走，咱们好聚好散。苏叔，您确定想好了？想好了，以后这店我们自己做。小林啊，你也该歇歇了。好，租金是租金，楼终归是我的楼。小林，你也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没有我这栋村头楼，你这汤泉馆能有今天？差不多就行了。一个外地姑娘，真把自己当本地人了，早点回老家找个老实人嫁了。女人家太能折腾，没人敢要。好，我知道了。你能想明白就行，咱们好聚好散，别闹得难看。走，回家。以后这些东西，反正也都是咱家的。梦姐，你就这么答应了？他们这不就是明抢吗？不，楼是他们的，不代表店也是他们的。这味儿也太重了，怎么泡啊？林老板，这楼靠海，湿度大，旧管道也乱，光换几根管子没用，并根在整栋楼的水循环和通风腐纱上。如果彻底做，要多少钱？外界水循环净化、恒温恒湿、排风除味，全套做下来，少说几十万。你确定这楼都不是你自己的？装。他们看见一单6600，却没看见这5年，我把多少次退单、投诉故障，一点点扛过去。梦姐，这套系统全是你的。当年苏叔只给了我一栋潮湿反胃的旧楼，水质、通风、恒温、出水，是我自己花钱重新做的。那他们要是把楼收回去，没有这套系统，顶楼汤池还用吗？不能。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接的是个什么摊子。他们可以收回楼，但这家店的命脉，我不会留。林梦，这么晚找我，出事了？房东要收楼。他们要接手你的汤泉馆，他们知道这套系统是你装的吗？不知道，也没打算问。系统可以拆，但一定不能乱拆。接口拍照、管线编号、封口、交接单必须签。你拆的合法，但他们不懂，后面出了问题，很可能反过来赖你。所以每一步都要留证，照片、视频、交接单，一个都不能少。还有，系统拆掉之后，天台无边汤池绝对不能蓄水，一循环。反胃混污，3楼和楼下都可能反水。我会把警示写清楚。这套系统按旧楼结构单独定制，拆下来不能久放，接口和管线容易受潮变形，你得尽快找好新场地。村委，那地方前2任老板都赔光了，车开不进去，房间有潮味儿，卫生间还反味儿。网上差评一堆，所以租金低。问题越明确，越有办法解决。咱们从村头黄金位置搬到村尾破楼，
这不是从山顶跳坑里吗？设备要拆，房间要改，新场地还要重新装修，万一再赔……如果钱不够，就把每一分都花在刀刃上。巢位是通风问题，反味儿是排污和水循环问题。车进不来可以做接驳，位置偏可以做清净和日落。你连这个都想好了，还不够。明天去现场看管束、承重、通风口、楼顶视野，还有巷口能不能停接驳车。梦姐，这地方要是再赔，咱们就真的什么都没了。我不怕重新开始，我怕的是掌控权在别人手里。明天去看楼。爸，你看，顶楼一间卖6666，下面还有20间汤房，旺季天天满房，一个月几十万稳赚。乖乖，那林梦这几年岂不是赚翻了？所以啊，他就是靠咱家的楼发的财。楼是咱们的，位置是咱们的，他凭什么赚大头？开店也有成本，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能有什么成本？装修都钉在墙上，他一走咱们换个招牌，请几个网红拍几条视频，不就做起来了？可那些客人认不认咱们啊？客人认的是这栋楼，又不是他林梦这个人。白墙灯带，再弄点沙曼、香薰、气球，拍出来多高级！顶楼那个汤池，听说维护挺麻烦。不就是个池子吗？放水就能泡。林梦能卖6600，我凭什么不能？我先把丑话说前头，楼偏，巷子窄，车进不来，房间反潮，卫生间偶尔反味儿，前2家都赔光了。这也太诚实了，听着像劝退。排水不是完全坏，是坡度不够，巢位主要从1楼北侧上来，通风孔也堵了一半。你看一眼就知道。以前处理过类似问题，楼顶能上去吗？这比村头安静多了。村头看热闹，村尾看日落，卖点不一样。以前也有人这么说，可游客嫌远，走到这儿都累了。如果村口有接驳，3分钟到巷口，客人进来先喝茶看日落，再进房间。远就可以变成安静，可客人愿不愿意来，还得看口碑，所以不能倒搬旧店，这里要做成愿意专门走过来的地方。这味儿要是客人闻见，直接差评吧。地漏反味，派风弱，墙体防潮层也不够，不是没救，但要重做。王叔。旧图纸还有吗？如果租，我有3个条件：第一，租期5年，前3个月给我做改造期；第二，水电、排风、防潮施工，合同里写清楚，不能中途反悔；第三，租金不能高于28万8。你这是要大改，不是小打小闹。是，我要把这里从没人愿意来改成来了不想走。妈，梦梦，是不是店里出事了？房东不互租了，我可能要换地方重新开，周转还差50万。你这几年打回来的钱，我和你爸都没怎么花，加上家里存的，差不多够。妈，那是你们养老的钱，我不能动。赔了就回家，家里还有房，还有饭，你不是输不起的人，妈知道。我不是为了争口气，我是舍不得我亲手做起来的东西就这么被糟蹋。那就去做，妈信你。这次不能输。梦姐，这改造预算太高了，租金、防水、派风、管束设备2次安装，
手里的钱会被掏空的。我知道，那你还租？不租，我们就只是被赶走；租了，才有机会重新开始。可村委真的太偏了，偏就做接驳，旧就做改造，没人来就把老客一点点请回来，所有问题都能拆开解决。那你呢？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很累？这5年我一直都很累，但这次至少我是为自己累。海角汤所，村委海角。既然到了尽头，就从尽头再起一程。租期5年，前3个月装修免租，水电、排风、防潮改造，我配合签字，不干涉施工，租金28万8，不涨。这条设备产权归成都账的所有，你写得很细啊。吃过亏就要写清楚，以后省麻烦。行，白纸黑字。梦姐，签了就没有回头路了。从苏叔说不租那天起，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楼交给你了，我想看看它能不能盘活。会盘活的。问题不少，但比我想象中好。这还叫好啊？对工程师来说，看得见的问题都比看不见的问题好。旧图纸不准，今天全部重测。1楼排污，楼顶承重，全屋排风，安全第一。工期可以紧，标准不能降。明白。这些都是咱们一点点熬出来的，所以不能丢。旧店那边要不要提前发公告？不然客人会不会跑错？先不公开，新店还没试营业，不能让客人空跑。等我们能接住客人，再支个通知。那苏家要是想改名用旧后台呢？后台绑定的是经营主体，不是房东，该按规矩走就按规矩走。他们还真快。别看别人热闹，我们把自己的地基打稳。爸，名字我想好了，就叫晴海汤居，听着有氛围，适合情侣打卡。这些花里胡哨的得花不少钱吧？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现在年轻人就吃这一套，拍出来好看比什么都重要。床、浴袍、香薰、热水设备，林梦一搬走哪样不得买？买新的太贵，先用二手的。先把店开起来，有钱了再换好的。平台、执照、卫生、消防，这些也得办。爸，你怎么这么胆小？旺季就这几个月，错过就没了。顶楼无边汤池，找几个网红一拍，钱就回来了。那林梦走了以后，他那些老客会不会还来？店还在村头，楼还在原地，客人还能去哪儿？他搬去村委那破地方，谁找得到？前台忙村问上，生意是稳赚。不就是几件浴袍吗？都要搬走，真是一点情分都不讲。这些浴袍是我定制采购的，账单和发票都在，我要带走。林梦，你搬这些小东西就算了，别太过分。能搬的我按产权搬，不能搬的我一分不动。行啊，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搬出什么花来。等等，这个你也要搬？这是我采购的商用恒温热水设备，合同写得很清楚，可移动设备归承租社所有。你故意的吧？你把这些搬走，我们怎么营业？你们要自己做汤泉，当然要自己配置设备。小林啊，没必要弄这么僵，你都要走了，多少留点东西，叔也记你个人情。苏叔，我给了您5年人情，
今天起按合同来。你连床都搬，你把房间搬成这样，我们怎么接客？床架、床垫、头枕、护理用品都是我采购的。你可以买几百块的。谁稀罕你这些？还没有搬完。拆个机器还请工程师，林梦，你可真能摆谱，演给谁看呢？还是5年前那套，你保养得很好。每个接口都拍清楚，管线编号，拆完封口。小林啊，这玩意儿就别拆了吧，装在墙里楼里的，拆来拆去多麻烦，伤房子。采购发票、安装合同、每年的卫保记录，全在我名下。楼是你的，但设备不是。不就是台破机器吗？说的跟什么宝贝似的。这不是普通机器，这是外界水循环净化加恒温恒湿一体系统。这栋楼靠海，湿度大，汤池水质、除沙除味全靠它撑着。没有它，天台无边汤池根本正常用不了，这楼做不了汤泉。那重新装一套得多少钱？5年前60万，现在按新标准重做，100万起步，而且不一定马上有设备。100万？封条都贴好了，这张警示贴门上，你们别撕。系统没接入前，顶楼汤池不能蓄水。不就是不想让我开凯顶汤池吗？林梦，你人都走了，还特意留这玩意儿搅我生意，心眼真小。梦姐，设备间门口的云端监控还连着，全程都录下来了。今天拆设备的全过程，回去备份3份存好。小林啊，你一个外地姑娘，拉着这么一车设备到处跑也不容易，要不你打一折留给我们，我给你结点钱，大家好聚好散。是啊，小林，拿着钱回老家做点小生意，安安稳稳的多好。凭什么打1折啊？不劳苏一费心。小李，回去整理迁址申请补充资料。床、热水器、物料、香氛，这一大堆都得重新买，咱家账上哪还有那么多现金啊？先联系二手商家，凑合用着，能营业就行。门店基础信息修改，提交。什么叫主体不一致？搞什么东西？林梦居然把迁址申请提交了，他早就算好了，楼明明是咱们家的呀，平台资料怎么还跟他走？他这是早就留了后手，要把老客人全带走。那怎么办？不就是个破平台吗？我自己申请新号，照样能火。客人认的是这栋楼，不是他林梦。小敏，帮我找几个网红朋友过来拍视频，越快越好，费用好说。家具、设备、水局峦系统都要重买，新号还要投流，哪还有钱请网红？爸，先把店开起来，只要火了，很快就能回本。咱们可以找银行贷款，拿村头那栋楼抵押。拿那栋楼去贷，那可是咱们家最值钱的家当。顶楼1间6600，楼下20间汤屋，只要网红一宣传，旺季几个月就回本了。林梦一个外地人都能做起来，咱们守着自己家的楼还能亏了？就是，不能让他白赚咱们5年钱。行，明天去银行问问。房产抵押可以做，但经营风险需要你们自行承担。抵押物是村头那栋5层临海楼。那栋楼可是我们家最值钱的家当啊！爸，你怕什么呀？林梦都能做起来，咱们自己家的楼还能赔？万一不行呢？不可能不行。
雪晴，这床味儿怎么这么大呀？放几天散散就好了。新的太贵，怎么回本？我说句实在话，以前有外接系统顶着水压，现在接回旧管子，平时少量用水还行。天台汤池一蓄水，迟早反水混污。先把坏的换了，能开业就行，哪那么多废话？该提醒的我可提醒了。梦姐，苏家那边都开始刷墙拍视频了，找了好几个网红。怕他们？那倒不是，就是觉得他们太急了，根基都没打好。楼的底子不稳，墙刷的再白也没用。水循环系统要先装，但必须先做全屋防水，不然以后必漏。海边湿度大，马虎不得。先做防水，把底子打牢，不急着开业。欢迎来到全新升级的南湾晴海汤居，独享天台无边汤池，开业特惠，限时抢。口碑不靠喊出来，靠的是一次次留住客人。往汤池边站一点，显得池子大高级。角度找好，把海拍进去。屋里味儿还没散完呢，就拍视频。拍视频又闻不到味儿，你懂什么？现在流量就是钱。300多个赞了，还行，看来能火。平台新号还没审核完，客人怎么下单啊？视频里留电话，平台能接就接，接不了走线下预约，一样赚钱。梦姐，咱们既没找网红，位置又偏，能行吗？先把老客接进来，今晚给熟客发消息，新店试营业，先留3间体验汤屋，请他们过来泡。怎么说？就说新地方刚弄好，想请他们先来体验一次，有不舒服的地方及时改。不推销，当朋友创门，口碑比什么流量都有用。你好，请问顶楼那间 VIP 私汤今晚还能约吗？顶楼 VIP 包间4小时套餐6666，先生，您确定要订吗？可以。天台无边汤池还能正常使用吧？当然能用，我们刚全新升级过，体验比以前更好。你们刚换经营团队？算是升级调整吧，服务肯定比以前更好。林老板在吗？林老板今天不在，您有事跟我说就行，我给您安排。这栋楼以前装过外界翡循环系统。您还懂这个呀？就是普通设备，不值一提。汤素项目最怕水质不稳，尤其是海边旧楼，循环、除湿、排污，任何一项出问题都会影响整栋楼体验。唐先生放心，我们都升级过了，不会有问题。味道有点重。海边嘛，多少有点潮味儿。我给您多开一台香薰机，很快就散了。林老板，你真搬这儿来了？这地方可真不好找，我们问了好几个摊主才找到。这边位置偏，辛苦你们走几步了。快进来歇会儿。你在就行，远点无所谓，就冲你家的服务来的。晚上可以去巷尾看日落。早餐我给你们约了红姐家的海鲜汤粉，你最爱的那口加鱼丸。你居然还记得我爱吃鱼丸？我们这边白天海景特别出片，好多网红都来打卡，我帮您拍几张照片吧。水什么时候能放满？我是来泡汤的，不是来拍照的。马上，我这就叫人放水。服务员！糟了，花6600，
你们就让我泡这个。雪晴，压不住了，好几间卫生间的脏水都冒出来了，臭的要死。哪几间？严重吗？楼顶下面那间最先冒，现在楼下2间也开始了。一单6600，你们就让我体验这种东西。唐先生，这就是临时小故障，我马上叫师傅来修，很快就好。汤池水发黄发臭，房间卫生间反水反味，这叫小问题。唐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刚开业，设备还在磨合，给您全额退款，再赔您损失。没磨合好，就敢卖6000枚一碗。其实都怪之前那个林梦，她走的时候把水循环系统拆走了，不然也不会这样。他为什么要拆？那套东西装在我家楼里，他非说是他的，故意拆走报复我们。原来的林老板就是他。他早走了。行，我知道了。林老板，你这地方虽然偏，但待着是真舒服，比村头清静多了。房间没潮味儿，热水也稳，汤池水质跟你以前店里一模一样。谢谢你们认可。我们才刚开始，还有很多地方要调整，有什么不舒服的随时说。梦姐，苏家那边出事儿了，顶楼汤池水发黄，卫生间反水，被客人发本地圈了。有些问题不是靠运气就能躲过去的。先别管别人，把咱们自己的客人照顾好。我早说了吧，二手床不行，便宜香薰也盖不住味儿，你非不听。妈，你现在怪我有用吗？事情都出了，怪我就能解决了？不怪你，怪谁？当初是谁拍胸脯说一个旺季就能回本？现在倒好，钱没挣着，先赔进去一大笔。要不是林梦把水循环系统拆走，能出这种事儿？全是他故意的。那现在怎么办？姓唐的那边要退款，还要赔偿，这得多少钱啊？他害咱们开不了业，我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什么人。我真的没想到，一个女租客，房东正常收回房子，他居然把核心设备全拆走了。我们刚开业，客人就遇上反水反味，他拆之前根本没提醒过我们，他就是存心报复。我只想好好经营自己家的楼，为什么就这么难啊？梦姐，他们把视频发网上了，现在好多人都在骂你，说你黑心，说你故意搞破坏。截图保存，链接也存好，每一条都别漏。咱们就这么忍着，不解释吗？再骂下去，新店名声都臭了。解释要拿实锤，空口说白话没用，反而越描越黑。监控我已经导出来了，全程都录着，现在就发。先存着。他现在还没把话说死，想闹就让他闹。话说的越满，后面摔得越疼。您好，这里是海角汤社。你们就是网上那个拆设备的黑店是吧？我之前订的订单取消。您好，您听我说，事情不是网上说的那样。梦姐，一早上接了7、8个取消订单了，再这么下去，新店刚开就没人敢来了。他们现在骂得越凶，漏洞就越多。别急着回应，他说一条，我们就对应找一条证据，一条都别漏。梦姐，你是不是也怕？怕，但怕也不能自乱阵脚。妈，你看，热度起来了，评论全在骂林梦。她不是一直说自己有证据吗？我看她怎么解释。那唐先生那边呢？他要的赔偿怎么办？
人家可不是好惹的。退就退呗。现在视频有流量，后面订单多的是。平台还在审核投诉，你们别乱接私单，别再捅娄子。爸，你别总往坏处想，现在是流量时代，谁声音大谁就有理。林老板，网上这视频说的是你，这也太颠倒黑白了。是我就说你不是那种人。5年前那栋楼破成什么样，我手机里还存着照片呢。该说的时候，我们老顾客帮你说，我们住了5年，最有发言权。他越急，话里的漏洞就越多。快了。昨天我没敢说太多，是不想把事儿做绝。可我真没想到，林梦走的时候不仅拆了水循环系统，连一句提醒都没有。我们刚开业就出这种事，客人投诉，平台罚款，全是他害的。他就是故意的。他要是真提醒过，我们能往汤匙里放水吗？就算他后面拿出什么照片、纸条，谁知道是不是后来补拍的？梦姐，他居然说你连提醒都没留，还说咱们的证据是伪造的。他终于把话说满了。那咱们现在发证据，先别发我们自己的，先让住过的人、懂行的人说。第三方的话，比我们自己解释100句都管用。麻烦了。现在把证据发出去。这是5年前我第一次来林老板店里泡汤拍的。林老板接手之前，这栋楼什么样，老顾客都知道。这套外界水循环净化和恒温恒湿系统是林梦女士全额出资购买并委托安装。拆除当天，我们完成拍照、封口、交接，并明确告知系统未接入前，天台无边汤池禁止蓄水，强行蓄水导致反水反位，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后果。人流程全走完了，警示贴都贴门上了，这叫没提醒。自己撕了告示硬放水，还卖惨。怎么会这样？这个杰克怎么也出来了？他凭什么多管闲事？现在所有人都在问，警示贴是谁撕的？你说，是谁撕的？这监控怎么还在？他不是都走了吗？你告诉我，这也是林梦逼你撕的啊？我在南湾开早餐店10几年了，以前游客进村，到村头就停了，是林梦把我们这些小摊都写进他的游玩攻略里，还帮我们画地图。我这摊子最早就是他推荐给住客的，说我家椰青是今早摘的，甜，现在旺季一天能卖几百个。村委那条日落拍照路线也是他踩着点踩出来的，哪个角度拍最好看，他都门儿清。他一来，我早餐店生意好了不止1倍，整条街都跟着沾光。人家是真的带我们挣钱，不是只顾自己。设备全属很清楚，就指经营主体还没完成电亨。你们的宣传图还用了原店素材，再加上游客投诉顶楼汤池水质异常，涉及违规经营。房源我们先做下架处理。凭什么下架我们？楼是我们家的。
那我们的订单怎么办？已经预约的客人呢？这得赔多少钱啊？我们接到投诉，需要核查你们的经营主体变更、消防和卫生许可情况。手续完成前，不能擅自上线接客，请先停业配合核查。拍视频花钱，买设备花钱，现在还要罚款赔客人，钱从哪儿来？肯定是林梦举报的，他就是见不得我们好。现在怪他有用了吗？当初是谁拍胸不说，一个忘记回本？老苏，要不先找亲戚借点，先把银行的钱还上，不然楼真没了。你以为是几万块、几十万，谁愿意借？我本来也是想把店做起来，你做起来的是罚款、退款、差评，平台是人家的，系统也是人家的，人家靠本事挣的，你呢？你靠什么？靠抢吗？就是这家吧，汤池水发臭那个。都被平台下架了，谁敢来啊？林梦，你别想好过，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梦姐，昨晚取消的客人有好几个又重新订回来了，还有好多老客问新店地址，说要过来捧场。先把服务做好，别出岔子。老客人信任咱们，不能辜负。梦姐，是唐先生，就是之前在苏家踩雷的那个唐先生。您好，我是林梦。我在村头那家，体验很差。抱歉，唐先生，那边现在已经不是我在经营了，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我代同行跟您说声抱歉。我想看看你现在的新店，不用给我留最好的包间，就给我留一间你正常对外卖的普通汤屋就行。好，我给您安排普通观海汤屋。这里车开不进去，巷子窄，车到这儿就进不去了。我让小李帮您拿行李，您跟我走，3、4分钟就到。这个位置比村头差远了，游客不会愿意走这么远。位置确实偏一点，您先泡一次，觉得不好，随时可以走，费用全免。唐先生，房间不大，窗外只能看到一点海。热水我刚才测过，晚上用水高峰的时候也不会忽冷忽热，水压很稳。你连用水高峰时间都算过？海边老房子，水管底子弱，不算准了，迟早出问题。做汤泉，细节最不能省。旧楼也能做到这样，不容易。表面装的再好看，底下的管线水循环没做好，客人泡一次就知道好坏了。面子没用，里子才重要。你不只是安排房间，还把客人出了房门之后会遇到什么，都提前算进去了。客人出来玩，不会只停在一个房间里。路怎么走，饭怎么吃，什么时候看海最安全，都是体验的一部分。你们怎么知道我不吃葱？林梦提前发消息说的，他家客人的忌口都会提前跟我们打声招呼，细心的很。日落、巷尾小路、忌口，他居然全都提前想到了。这条游玩路线是你设计的？一点点试出来的，哪块看日亮角度最好，退潮哪条路好走，哪家东西实在，都得踩过才知道。我见过很多会做网红项目的人，但很少见有人把潮汐、忌口、街泊、村民生计都算进去。你不是在做一家店，你是在做一个目的地。我只是觉得，客人既然来了，就不能只看见一张好看的照片。林老板，我想跟你谈个合作，不是订一间房，是整个南湾项目。
唐氏集团。文旅是唐氏近2年新开的板块，没想到第一次来南湾，先在村头踩了个雷。唐氏想投资开发南湾，但我缺一个真正懂这里、懂客人的人。合作可以谈，但我有条件。村里这些本地小店不能被清出去，必须保留。你还没问我能给你什么，先提条件。要是连这点都谈不合，后面也没必要聊了。南湾的根在这些本地人身上，不是几栋网红楼。如果我答应保留本地业态，你愿意深入聊吗？我得先看到正式方案，空口承诺不算数。而且，我不是来给唐氏当门面、当吉祥物的，我要的是实际运营权。我知道，我看中的从来不是门面，是你做事的标准。爸，那个唐先生是唐氏集团的副总裁，就是住咱们顶楼那个客人，那么大的来头。他去找林梦了。他明明先来的我们家，凭什么找他？他不就是个开小汤馆的吗？我就是提醒大家一句，资本一进来，最先被赶走的肯定是这些摆摊的本地人。真的假的？那可咋办？林梦现在攀上唐氏了，哪还看得上你们卖早餐卖椰子的？项目一开，租金一涨，这些小摊儿全得滚蛋。林梦真要跟唐氏合作？合作我不怕，就怕租金涨了，我这小店开不下去。我这连个正经门面都没有，是不是第一个被清走？我不说虚的，就3条。第一，本地老摊位不强制搬迁，愿意留的都能留，不会清走任何人。第二，凡是进了游客游玩路线的摊位，订单怎么分，提成怎么算，全写清楚，公开透明。第三，前面这2条不写进合作备忘录，我就不签唐氏的正式合同。唐氏那么大的公司，真能听你的？所以今天才把大家叫来，把诉求摆到台面上，这些内容必须签字盖章。那我们这种没门面的小摊子也能写进去，不会嫌我们小吧？只要符合规范，能放进游客路线里的都可以。订单怎么算，钱怎么结，单独签协议，明明白白，不糊弄人。备忘录又不是正式合同，就算写了，人家转头不认，你能怎么办？所以正式合同签之前，我不会点头。大家随时可以监督。真能这样的话，那肯定好。只要不赶我们走，怎么都行。林梦，今天带朋友过来啊，给你们煮2碗粉加鱼丸。红姐，按正常价算就行，别给优惠。这里不是路线第一站，却是客人醒来第一个记住的地方，对吧？一碗热汤粉下肚，客人对村子的第一印象才是暖的。林梦，今天日落角度好，记得跟客人说，退潮了能赶海。昨天你说的那个新角度，客人都喜欢。这些店都不是你的，你却帮他们带了这么多生意，图什么？客人愿意再来，靠的不是一间汤屋，是整条村的体验。钱就该分给真正做事的人。这条路线真正值钱的是路上这些具体的人，具体的烟火气。慢一点才能走得久，赚快钱容易，砸口碑也容易。银行真会来收楼吗？我这心里总突突的。闭嘴！别净说丧气话。爸，咱们不能坐以待毙，楼还在咱们手里，只要找陈总接盘，把楼转出去，银行的钱能还上，咱们也还能留本钱翻身。靠谱吗？陈总是做民宿收购的，有的是钱。这些不都是林梦那时候的数据吗？陈总看出来怎么办？楼是咱们家的，客人住的也是这栋楼，数据怎么就不能用了？
你们说这是南湾最好的村头楼？游客军村第一眼就能看见。以前这家店爆火，全靠这个位置。这里写林老板很细心，你们的老板也姓林？以前客人都习惯这么叫，没改过来。你是哪位？林梦，那些数据里被叫做林老板的人是我。这些照片、评价、平台运营记录全是我经营期间的成果，归属权在我。你来干什么？故意搅黄我们是不是？他可以卖楼，但不能拿我的经营数据给楼抬价。做生意得讲规矩。苏小姐，这个项目我们不看了，造假的数据没意义。你不是说材料没问题吗？现在人家走了，你满意了？我就是借用一下以前的数据，怎么就算造假了？银行还在催债，接盘的也黄了，现在怎么办啊？你们经营情况存在重大风险，请尽快筹款，否则我们将按司法程序走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意思？不会真要收房子吧？完了。他们连经营数据都敢盗，胆子是真不小。我不是为了护着自己的东西，这种假项目真被人接走，最后砸的是整个南湾的口碑。明天会正式向村里公布南湾项目完整方案。银行的人刚去村委了，问苏海山家那栋楼的情况。那栋楼怕是要出事了。意料之中。他们当初拿这栋楼压我，现在这栋楼也压回了他们自己身上。咱们到底怎么办啊？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我明天再找人借借看，能凑多少是多少。要不我们再发视频，就说银行和唐氏联手逼我们卖惨薄同情。你还嫌不够乱？再闹，咱们全家都要跟着丢人。老二，先借我20万，等旺季缓过来，我马上还你。哥，不是我不帮，实在拿不出。喂，老陈，10万也行，周转一下。海山啊，您的店现在网上闹成那样，我这钱借出去怕也回不来。苏海山先生，这是贷款逾期催招通知，您的贷款已进入正式催招程序，请您在3日内筹妥结清，否则我们将启动司法程序。你们不会真要收房子吧？那是我们家唯一的房子啊！请您尽快筹款处理，逾期时间越长，后续流程对您越不利。账上已经没钱了。你弟那边也不肯借，一点都不肯。他说他家孩子上学也急用钱，拿不出来。这年头，谁愿意借这么大一笔钱？当初一个个凑上来想占便宜，现在出事了，跑得比谁都快。当初是谁跟他们说店开起来稳赚，带着大家一起发财的？苏海山先生，您的打压夹带已进入司法执行程序，我们按规定对这处房产进行临时管控，请配合。什么？这是我们家的楼，你们凭什么放？请您配合工作，不要妨碍公务。
南湾老村村头5层零建筑即将司法拍卖，起拍价比市价低一半，好好的楼怎么就落到要拍卖的地步了？这可是我们家一辈子的家底儿啊！爸，我们能不能找人抬抬价？不能让他们就这么便宜拿走。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拿钱抬价？我们拿什么抬？拿命吗？村头这栋楼产权和债务关系都很清晰，已经走完司法拍卖流程，我们成功拍下了。村头做接待中心，村尾做汤宿区，海边做体验线，整条路线就能形成闭环。你怎么看？那栋炉位置确实重要，但如果只是换个招牌重新开，没意义。换汤不磨弱，迟早还是垮。那你想怎么做？做接待中心，也做样板汤屋，让客人一进村就知道南湾怎么玩，有什么体验，而不是只知道有个汤池。要把整个村子的价值做出来。司法拍卖、款项结算和产权交割流程都走完了，旧楼正式归唐氏。终于落定了。我想让你负责那栋楼的运营，不是租客，也不是员工，是南湾项目的运营合伙人。你确定？我只是个开汤馆的。没人比你更懂这栋楼，也没人比你更懂南湾的客人。那我有句话说在前面，旧炉虽然是公开流程拍下来的，但村里人都看着，我们不能让大家觉得唐氏只是趁苏家落万捡便宜。你想怎么做？公开规划，公开招商，公开本地摊位合作标准。旧炉要变成南湾的门面，不是变成谁的战利品。这也是我选你的原因。既然交给我，我就把南湾做成真正的第一站。梦姐，我们真的回来了。这次回来，不是守一栋楼，是要把村口做成整个南湾的第一站。你想怎么改，全听你的。前台拆掉一半，改成南湾路线接待区，早餐、椰子、旅拍、赶海，所有本地业态都接进来，给客人做一站式指引。当初苏雪琴就是在这儿栽的根，所以才要重新做扎实，要让客人一进村就觉得靠谱。这次改造水循环和防水要按最新标准来，全部重测，保证10年不出问题。安全和水质是底线，一点都不能含糊。被糟蹋过的地方，不代表不能重新开始。归海南湾文旅街区的规划，核心是3点。第一，汽车统一停村外停车场，用接驳车接送，不堵村口，也不吵到村民。第二，村头做接待，村尾做汤筑，海边做体验，路线不重复，游客分散开，不会挤。第三，本地摊位不撤，按服务内容和客流路线统一规划，公平公开。那涨潮的时候不能带客人下去赶海，这个得算进去吧？出事了可不得了。已经写进安全提示里了，后续会每天更新潮汐表，根据潮汐时间调整游客路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他考虑的比我们还细，这些细碎的小事儿，最后都会变成口碑。欢迎来到归海南湾，大家可以先到接待中心领路线牌，想体验汤宿的往村尾走，想看日落的这边走，
赶海等退潮统一出发。大家稍等下，马上就好，管够。以前一天卖不了10几个椰子，现在天天忙得手酸，累也开心。好的，没问题。果然没看错人，南湾的人气一下子就火了。是大家一起做起来的。好消息，市里文旅示范项目名单下来了，咱们归海南湾入选了。真入选了，咱们南湾也有今天了。以后游客更多了，椰子我得多备几筐。今天这场面必须拍下来，以后挂店里。你看，南湾真的火了。不是我一个人做起来的，是大家一起把它拖起来的。下面有请归海南湾联合主理人林梦上台致辞。梦姐，上去啊！5年前，我只是租下了村头一栋没人愿意接的旧楼。那时候我以为，客人来这儿只是为了泡个汤、看个海。后来我慢慢明白，客人记住一个地方，从来不是因为汤池有多好看，是一碗热乎的海鲜粉，一次刚好的日落，一条没人宰客的小路，是有人记得你不吃葱，有人提醒你海边涨潮别下去。归海南湾不是我一个人的店，是大家一起做起来的地方。以后也请大家一起把南湾守好。接下来有请林主理人和唐总共同为归海南湾揭牌。老苏，要不算了吧，他能理咱们吗？不试试，日子就更没法过了。小黎，你来干什么？苏叔，有事儿吗？我想申请个摊位，卖些本地海产干货。以前认识的渔家还有几家愿意供货，我想重新做点正经小买卖。当初那么对我们，现在还好意思？我以前那么对你，你还愿意收我的申请吗？表可以交，后面按流程走，该补的资料补齐，该等的顺序也得等。摊位标准一样，都要按要求来。你不为难我？我收的是申请，不是人情，也不会因为过去的事故一卡你。但你要是做不好，一样会被清退。我知道，我低头不是想让你可怜我，我是知道自己错了。小黎，以前是我们眼皮子浅。登记吧，按普通商户流程，资料不齐的话，我会退回补交。别想着走后门。不走了，以前就是总想着走近路，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雪晴，当初我们以为有楼就够了，现在看见了吧？光有楼是守不住生意的。这里服务真好，一进村就有人告诉我们路线，连涨潮时间都提醒了。爸，我们当初真的什么都不懂。明明是一样的楼，在咱们手里怎么就成了那样？我输的原来从来不是一栋楼。梦姐，今天摊位申请表都快发完了，还有好多游客问村委汤组什么时候还能订到房。先喝口水，越热闹越不能乱，订单别超接待量。知道，你说过口碑不能透支。市里希望我们后续配合做更完整的南湾文旅线路，按这个势头，下一步可以考虑更高等的景区创建。那是不是离更大的文旅目标越来越近了？现在还只是一小步，越是这个时候，越得一步一步来，不能飘。这也是我放心把项目交给你的原因。
以前我只想经营好一栋楼，现在我想让游客记住的是整个南湾。梦姐，我们真的做到了。楼可以换主人，可客人认的从来不是房产证，而是这个地方有没有人真的把他们放在心上。